大家好，我是正午，欢迎收看我的视频。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你根本不知道的黑暗角落和一些你无法想象的罪恶行径。今天我带大家重新探讨一下发生在2017年张莹莹事件和暗网之间存在的关系。张莹莹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可谓是高等学历的才女。2017年4月前往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学习，6月9日张莹莹失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2017年6月9号星期五，美国中部标准时间是早晨8点30分。张莹莹前往伊利诺伊大学特纳大厅做实验，在中午12点30分到1点左右，张莹莹回到公寓中准备吃午饭。下午大约1点39分，张莹莹从自己的手机向租房机构管理人发出了一条短信，短信内容是关于房屋租约的签订。下午2点38分左右，此前张莹莹联系的房屋管理人员向张莹莹手机发送了一条短信，但是这条短信并没有收到张莹莹。一名伊利诺伊大学副教授向警方报告了张莹莹的失踪。根据当时涉案车辆监控视频，涉案车辆已经被确认是一辆土星阿斯特拉轿车，是跨州买卖的车辆。2017年6月10号中午12点30分，美国警方对曹莹莹失踪案正式立案。直到6月30号，美国警方逮捕嫌犯克里斯滕森，并指控谋杀罪、绑架罪。审判直至2019年6月24日，裁定克里斯滕森2017年绑架和谋杀张莹莹的罪名成立。克里斯滕森将面临终身监禁或者死刑的判决。同年7月18日下午，正式宣布克里斯滕森被判处终身监禁且永不得保释。但时至今日，受害者张莹莹仍未被找到。日前有媒体根据嫌疑人经常登录的网站以及案发前2个月浏览的网站绑架101等信息，将曹莹莹失踪案与暗网扯上了关系，认为张莹莹极有可能被卖到了暗网进行某些交易。犯罪嫌疑人克里斯滕森拒不承认，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了背后可能吞噬张莹莹的深渊——暗网。那么什么是暗网？互联网是一个多层结构，表层网处于互联网的表层，能够通过标准搜索引擎进行访问浏览。藏在表层网之下的被称为深网，深网中内容无法通过常规搜索引擎进行访问浏览。暗网通常被指认为深网的一个子集，其显著特点就是使用特殊加密技术，刻意隐藏相关的互联网信息，只能够通过特殊软件授权或对电脑做特别设置才能访问。这种特殊的网络服务器地址和数据传输通道通常都是隐身的，难以通过常规技术手段找到检索。暗网成员的相互联络具有极端的私密性，一般技术手段很难拦截，拦截以后也很难破译。就是这种隐秘性被不法分子广泛应用于网络犯罪，以前只用于美国军方政府，自从流落出来以后，暗网更多的是指黑暗的非法犯罪、地下交易等社会黑暗面的网站网络。举几个网络流传最多的几个案例。黑暗系淘宝，我们都知道，你在暗网上不仅仅只会买到毒品这样的东西，但阿尔法湾、丝绸之路绝不是深网里仅有的电商平台。下面是一些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的商品。家里需要重新装修，花上1500美刀，你可以给自己买一个缩小的人类头，正品保障，全球包邮。卖家称自己是艺术家，制作缩小版的人头是他的创作激情。另外一个买家提供受精服务，只需要620美刀。如果你需要额外的器官，这里是报价：一个心脏，一个肺，一个肾，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到的东西。相信浏览过暗网的资深网友可能都听说过红房，据说是直播各种虐杀拐骗来的人，而执行者就是听命于直播镜头另一端的观众。当然是谁出钱最多，谁就有话语权，可以说是于所欲为。因为能够支撑暗网的人都是超级有钱的人，就像福布斯上面的人都是明着的有钱人，而像罗斯柴尔德家族等则是暗中的真正老大。那么就有一个神秘的论坛，一旦注册进去就会给你发布任务让你完成，事后给予你报酬。那么随着等级提升，任务也是越来越变态，这里的内容就自己脑补，像虐待什么就已经很 low 了。但是一旦你泄露游戏秘密，分分钟就会灭掉你，不留痕迹。关于这类的故事，网上也有很多。那么回过头再看张莹莹事件，克里斯滕森的动机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和暗网上的某些神秘人有着联系。在张莹莹失踪案的调查中，
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嫌疑人克里斯滕森曾浏览涉及捆绑、施虐、受虐的网站，并登录涉及其绑架的论坛。调查人员推断，克里斯滕森很可能将张莹莹绑架之后，通过暗网进行人口贩卖交易。也就是这一年的7月20日，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森斯在华盛顿举行记者宣布会，由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缉毒局与荷兰国家警察总局主导，多个国家联合行动，关闭了全球最大的暗网平台阿尔法湾。塞森斯表示，这可能是今年最重要的刑事调查之一，史上规模最大的暗网市场被打掉。根据美国司法部调查，阿尔法湾上卖家达到了4万多人，客户超过20万人。在关闭前，网站上非法药品和有毒化学品的交易日超过25万条，失窃身份证件和信用卡数据、恶意软件等交易条超过了10万条。因为阿尔法湾上进行的罪恶交易，美国不断传出青少年因吸毒丧命的消息。调查显示，所有这些非法物品的来源都指向了阿尔法湾。据了解，黑市上的毒品和违禁品的交易每年可获利1亿美元。用户只需要登录黑市交易网站，通过加密软件隐身，就能够进入这个搜索引擎不能发现的空间。在加密形成的隐秘空间里，包括毒品、武器、黑客工具等非法交易，大都通过虚拟货币比特币来进行，因此很难被监管人员发现。说到这里，有人会问，用户是如何通过加密身份进入暗网的？这就不得不提到临近门事件的斯诺登。在2013年，斯诺登的临近门事件曝光后，Tor浮出水面。Tor 是一款可以浏览暗网的浏览器。斯诺登除了揭露美国中情局监听全球计划外，还泄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对于这款浏览器的无奈。后者在一份题为 Tor 糟透了的文件中提到， NSA 在企图摧毁 Tor 的过程中遭遇了重重困难。Tor 臭名昭著，但它还可以变得更糟糕。我们永远不能做到的是随时把所有 Tor 的用户去匿名化。它虽然不是网络匿名访问的唯一手段，但它是目前最流行、最受开发者欢迎的，可以接入约3万个暗网，浏览量占整个互联网流量的3.4%。这个免费的开源的程序可以给网络流量进行3重加密，并用于用户量在世界各地的电脑终端里跳跃传递，这样很难追踪它的来源。它通过的操作系统的后台运行，创建一个代理链接，将用户连接到 Tor 的网络。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软件甚至操作系统都开始允许用户选择通过 Tor 的连接来发送所有流量，这使得 Tor 的用户可以用任何类型在线服务来掩盖自己的身份。Tor 的联合创始人丁戈达恩为深网这样辩护，现在约有97%的 Tor 的流量是用于脸书、维基解密甚至正常的新闻网站，只有3%的流量是与所谓的暗网有关，从事着违法犯罪活动。也有人认为 Tor 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工具，这些地下犯罪活动借助 Tor 这样的浏览器来实施的，但并不意味着 Tor 本身是恶意的，而是看它为谁而利用的。讲到这里呢，如果觉得还不够，我给大家推荐了几部和本期话题相关的电影，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订阅。再见。